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我不可貌相》故事解说。一场时隔8年的同学聚会如期而至，昔日同窗纷纷驾驶豪车赴宴。席间，众人争相攀比薪资、事业与座驾，氛围热闹又充斥着成年人的功利与攀比。大家轮番细数自身成就，暗自较量彼此的人生境遇。话题很快落到了乔唐身上，有人主动询问她的近况。得知乔唐常年居家，没有工作，依靠丈夫生活后，在场众人纷纷哄笑唏嘘。谁也没想到，当年全校闻名的顶尖女学霸，如今竟成了众人眼中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。巨大的落差让所有人倍感惋惜。同学明月率先出言说教，语重心长地劝说乔唐，女人必须拥有自己的事业，靠丈夫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她直言，倘若日后婚姻生变，夫妻离异，没有独立能力的乔唐，未来的生活将会失去所有依靠。面对众人的异样目光和善意说教，乔唐神色坦然，毫无窘迫。他认同对方的说法，同时坦然表示，自己虽依托家庭生活，却过得舒心自在。随后，他主动转移话题，笑着询问钱云云，是不是购入了价值200万的新款卡宴。钱云云故作淡然，称200万的豪车不过是买来取悦自己，不值一提。同学们立刻顺势吹捧，夸赞他事业有成，能力出众。紧接着，众人纷纷晒出自己的座驾，有人换了新款 X5，操控体验大幅升级；有人开着公司奖励的车型，足以支撑商务洽谈；还有人坐拥 GLC 限量版、投资人赠送的特斯拉，个个尽显体面。一轮豪车攀比过后，众人再次聚焦乔唐，好奇追问她丈夫的座驾。乔唐淡然回应，丈夫车辆众多，自己从未刻意留意当日开哪一辆。这番话瞬间引来全场嘲讽，众人都觉得她在强行吹牛。有同学打趣调侃，她丈夫大概率只有2辆电瓶车，一辆通勤，一辆买菜，所以才记不清车型。戏谑的话语引得全场哄堂大笑。一位老同学满脸惋惜的感慨，乔唐当年是全班最聪慧的学生，大3便斩获国家奖学金，全校老师都看好他的未来，笃定他能大展拳脚。可如今他赋闲在家，全职顾家，实在是可惜。更有同学直言发问，常年不工作，难道不会觉得人生毫无价值吗？面对众人的质疑与惋惜，乔唐心态平和，从容反问众人，在座所有人拼命上班，难道真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吗？他坦言自己居家追剧，养花养猫，深耕热爱的生活，取悦自己的内心，这就是属于他的人生价值，无需向任何人证明。明苑见状连忙打圆场，声称自己是真心关心乔唐的处境。既然乔唐生活安逸无忧，大家便提议本次聚会账单全员 AA， 互不亏欠。说罢，他看向乔唐，假意询问他是否有异议，还调侃若是账单金额过高，乔唐大可找老公报销，甚至主动提出可以替他垫付。面对众人的戏谑调侃，乔唐从容拿出手机准备扫码结账，淡定表示自己老公的银行卡额度充足，足以支付账单。她的从容再度勾起众人的好奇心，大家纷纷起哄，提议让乔唐的老公过来赴宴，让众人一睹这位神秘家属的真面目。声称8年难得一聚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乔唐当即拒绝，表明这是同学聚会，与自己丈夫无关。可众人依旧不依不饶，执意起哄，甚至恶意调侃，猜测她老公大概率平平无奇，说不定开着面包车，到场只会徒增尴尬。就在众人肆意嘲讽起哄之际，乔唐的手机响起，他接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男人温柔告知，5分钟后便到现场接她。挂断电话后，钱云云听出对方声音极为熟悉，瞬间判定此人是自己公司分部总监，也是近期重点项目星河计划的负责人。确认身份后，钱云云立刻吩咐下属5分钟内整理出所有参会同学的详细资料。与此同时，下属向他汇报，刘少安提交了星河计划的接手申请，请示审批结果。钱云云毫不犹豫，直接驳回申请，语气强硬的让对方自行斟酌，不要后悔。席间依旧有人追问乔唐丈夫的职业，乔唐简单回应，对方从事科技行业。钱云云瞬间面露得意，主动介绍自己深耕科技行业，现任恒宇集团分公司总监。他骄傲地表示，核心项目星河计划由自己团队耗时6个月全程主导，从立项、策划、渠道到落地一手包办。项目传播模型直接将平台数据拉升300多个点位，成果十分亮眼。同学们纷纷夸赞钱云云能力出众，事业腾飞。钱云云随即故作善意，称乔唐天赋出众，即便多年脱离职场，凭借学霸底子，从基层做起也能快速晋升，主动提出可以为乔唐内推岗位。乔唐淡淡回应，等自己老公到场，2人可以当面沟通。随后便起身下楼接人。乔唐离开后，
包厢内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众人纷纷猜测她丈夫的身份。有人根据年轻的声音判断对方大概率是年轻有为的科技新贵，但也有人暗自质疑，称科技行业深耕多年，顶尖老板多是中年人士，年轻有钱的成功者寥寥，甚至有人恶意揣测乔唐另有依仗。更有同学打趣，坐等乔唐带着油腻中年老板入场，看一场尴尬闹剧。就在众人肆意揣测之际，乔唐带着一名身形挺拔、容貌俊朗的男人走入包厢。众人见状瞬间震惊，纷纷感叹乔唐老公颜值出众，这才明白他一直低调不愿炫耀的缘由。男人进门后礼貌致歉，温和表示打扰了众人的聚会。众人留意到他动作熟练自然，贴心的为乔唐剥虾，细节尽显宠溺。有人打趣询问是否常年如此伺候乔唐，乔唐淡然回应看对方心情，男人则温柔接话，向来都是自己悉心照顾乔唐的生活起居。一位老同学笑着吐槽乔唐太过低调，拥有如此优秀帅气的老公，从不向众人提及。话音落下，钱云云主动上前自我介绍，坦言大家常年好奇乔唐家属的身份，今日终于得以相见。她看着眼前气质清冷、气场凛冽的男人，心中暗自诧异。对方看似温文尔雅，眼神却冰冷疏离，气场极强。钱云云主动询问对方的从业公司与职位，得知其深耕科技行业后更加好奇。男人平静道出公司名称恒宇集团，这句话让全场瞬间愣住。钱云云满脸难以置信，连忙追问其在集团的职位。男人语气平淡，直言自己没有具体职位，恒宇集团归自己所有。全场瞬间哗然，所有人都觉得乔唐夫妻二人都爱吹牛，纷纷调侃两人趣味相投，不愧是一家人。就在众人哄笑嘲讽之时，有人认出了男人的真实身份，他正是恒宇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霍恒。包厢气氛瞬间彻底反转，众人陷入极致的震惊与尴尬之中。大家这才知晓，钱云云拼尽全力入职的恒宇分公司，其幕后真正的掌权人，竟是被众人嘲讽8年、靠老公生活的乔唐的丈夫。有人随即补充，霍恒连续3年入选胡润百富榜，手握科技、传媒、人工智能3大核心业务，行业地位遥遥领先。面对众人的求证，霍恒仅淡淡表示百富榜数据并不精准，资产情况不便多谈。简单的回应彻底坐实了他的顶级大佬身份。一旁的钱云云脸色惨白，幡然醒悟，自己方才嘲讽说教的普通主妇，实则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圈层与底气。一名自称和乔唐大学关系最好的男生连忙上前攀谈，细数自己大学4年对乔唐的照顾，打趣自己刚刚吃掉霍恒3只虾，是帮嫂子试毒，保障食品安全，极力拉近关系。众多同学纷纷上前攀附霍恒，同班的陈立伟主动示好，声称与乔唐交情深厚。乔唐却当场拆台，爆出大2时对方抄自己作业，反倒恶人先告状的往事。陈立伟瞬间尴尬不已，只能以年少不懂事打圆场。霍恒淡淡表示记住了他。中泰科技的产品总监连忙上前问好，称双方公司长期合作，十分荣幸见到霍恒本人。霍恒一眼认出对方，毫不留情指出，恒宇对中泰投放预算充足，但对方上个季度用户增长数据极差。该总监连忙推诿责任，称是市场部门节奏问题，与产品端无关。霍恒态度坚决，明确此事与他相关，要求其当晚带领团队撰写复盘报告。面对对方的攀附求关照，也只回应一切合作按正规流程推进。还有同学趁机寻求资源与岗位机会，想转型地产的同学询问招聘渠道，手握商业计划书的同学寻求合作。霍恒均公事公办，让其通过官网渠道咨询、发送资料，并未给予任何特殊优待。霍恒看着争相攀附的众人，语气淡漠反问：众人今日是来聚餐，还是来攀关系、论长短的？紧接着，他一一细数众人此前嘲讽乔唐的言论，调侃丈夫开电瓶车，惋惜学霸沦为家庭主妇，嘲讽他无业啃老，直言自己尚未回应这些冒犯的话语，瞬间让全场众人噤声，无比尴尬。此时，餐厅主厨前来告知，得知霍恒在场，特意定制了几道私房招牌菜，免费赠与众人。霍恒拒绝了特殊待遇，明确表示聚会消费正常结算，无需区别对待。主厨随即应声照做。霍恒再度提及 AA 制的聚会初衷，全场无人敢有异议。身旁同学察觉钱云云脸色极差，连忙出声询问。钱云云强装镇定，声称只是和乔唐开玩笑，恳请霍恒不要放在心上。随后，钱云云略带埋怨地看向乔唐，责怪他太过低调，隐瞒了丈夫的真实身份。乔唐淡淡反问：倘若自己丈夫只是普通上班族，她是否还会觉得这件事值得大肆宣扬？钱云云瞬间语塞，连忙道歉，
声称自己只是担心乔唐脱离社会太久，与时代脱节，是真心关切他。紧接着，钱云云主动向霍恒推介自己，表明自己是恒宇传媒市场总监，十分敬佩集团战略，希望能有机会当面汇报工作。不等霍恒回应，乔唐便开口解围，告知他分部工作对接传媒 CEO 即可，无需打扰高层私人生活。霍恒也顺势补充，私人场合不谈工作，今日只是同学聚会，并非商务饭局，彻底终止了职场攀谈，让众人安心用餐。此刻包厢氛围尴尬至极，桌上菜品早已凉透，多名同学纷纷主动向乔唐道歉，为之前的起哄、嘲讽和玩笑致歉，坦言自己言语浅薄，太过功利，真心为自己的不当言行悔过。乔唐性格豁达，并未计较，坦然原谅了所有人。短暂的缓和过后，钱云云心中满是不甘与嫉妒。他辛苦打拼多年，才跻身行业中层，触碰高端圈层，而乔唐看似8年无所事事，仅凭婚姻便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。巨大的落差让他心态彻底失衡。聚会接近尾声，乔唐准备和霍恒离场。霍恒温柔叮嘱他，不必在意旁人的闲言碎语，无需为自己辩驳。乔唐笑着回应自己早已成熟，无需特殊偏袒。霍恒温柔打趣，称他在自己眼中始终是需要呵护的小朋友。两人亲密温柔的相处模式，彻底刺激到了心态失衡的钱云云。他带着几分醉意，当众直言，众人的道歉不过是畏惧霍恒的身份，刻意讨好。身边同学连忙劝说他喝醉了不要乱言，钱云云却坚决否认，当众吐露心声。钱云云坦言，自己承认今晚言行过分，也佩服乔唐嫁得优秀，但他始终坚信，嫁得好从来不等于自身有能力。他当众质问乔唐，霍恒的财富与成就都是他自己的本事。乔唐隐退8年，居家度日，毫无事业建树，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。说完，钱云云依旧不肯罢休，笃定地彰显自己的能力。他骄傲表示，星河计划项目从立项到落地全程由自己主导，无人比他更熟悉项目细节。自己上交的传播策略方案第72页，专属署名就是自己能力的最好证明。面对钱云云的洋洋得意与刻意炫耀，乔唐神色平静，缓缓反问他，在他署名上交方案之前，这份策略方案的原始署名，真正原创作者究竟是谁？这个问题让钱云云瞬间错愕，他全然不知方案还有原始版本，更疑惑二人为何知晓内情。随即他不以为然地表示，恒宇神秘的王牌外部 Q 顾问向来只通过文档、邮件输出方案，从不露面，根本不会计较署名这种小事。在场众人也纷纷好奇追问 Q 顾问的身份，有人当即科普， Q 顾问是恒宇集团的传奇王牌顾问，深耕行业多年，打造多套爆款传播模型，为集团创造巨额价值，业内人人熟知其成果，却从未有人见过其本人。钱云云依旧不解，此事与乔唐毫无关联。就在全场众人满心疑惑之际，霍恒语气平静，字字清晰地揭晓真相。这位神秘莫测、业内顶尖的恒宇王牌 Q 顾问，正是他的妻子乔唐。真相一出，全场众人彻底瞠目结舌，震惊失语。所有人都没想到，8年来被众人嘲讽荒废学业、依附丈夫、毫无价值的家庭主妇乔唐，竟是行业顶尖、无人知晓真身的顶级大神。众人此前所有的轻视与嘲讽，此刻都沦为了最大的笑话。